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 Dollar General 因工作场所安全问题同意支付1200万美元罚款，并改善其全国数千家零售店的条件。该公司必须减少库存，改善备货，雇佣更多安全经理，并成立健康和安全委员会。接下来，通胀数据低于预期，提振市场情绪。房地产股录得今年最大单日涨幅，表现优于标普500指数。因投资者预期美联储将在9月开始降息。让我们关注比斯蒂男孩乐队因未经授权使用歌曲《破坏》对辣椒店母公司布林克国际提起诉讼，其广告中使用了这首歌。下一条，百事可乐首席执行官拉瓜塔表示，奥斯美、维格和 Mounjaro 等减肥和糖尿病用 GLP-1 药物尚未对业务产生影响。下面这条，日元暴涨后波动，因美国通胀意外下降，引发东京干预以抬高日元汇率的猜测。日本官员和央行疑似已介入外汇市场，但未得到官方证实。分析师认为，日本需进一步采取措施以支撑日元。接下来，原油价格持续上涨，因需求强劲以及美联储即将转向加息预期。下一条，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下降影响，日元汇率在周五剧烈波动。有传言称，日本政府进行了干预以支撑日元，导致日元在亚盘早盘时段内对美元汇率经历了先是上涨 0.3% 至 159.45 日元，随后下跌 0.7% 至 157.75 日元的波动。亚洲股市则普遍上涨。下面这条，中国电商行业面临生存困境，随着销售增长放缓，价格竞争加剧，电商平台推出更激进的政策，吸引注重成本的消费者。电商行业曾经蓬勃发展，购物盛宴上明星云集，但如今消费者勒紧腰带，行业面临经济放缓的冲击。下面这条，在北约峰会上，拜登在新闻发布会上否认自己的精神敏捷度受到质疑，但面对关于其能力和口误的问题时，表现出了挫败感。尽管拜登表现出热情，但他也表现出疲惫，语速缓慢，并出现口误，引发了人们对他作为总统候选人资格的担忧。接下来，亚洲科技股下跌，反映华尔街下跌，因美国通胀放缓引发了大型科技股的轮换，日元波动。接下来，中国6月出口增长 8.6%， 但进口下降 2.3%， 制造商为应对来自越来越多贸易伙伴的关税提前下单，贸易顺差扩大至 990.5 亿美元。中美贸易争端持续，美国、欧盟、加拿大等国相继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，土耳其、印度尼西亚等国也采取限制措施。让我们关注，印度尼西亚表示已开始在遭受重大勒索软件攻击后恢复数据，该事件影响了160多个政府机构。让我们关注，澳大利亚拟定新法律，要求互联网公司主动阻止诈骗，否则将面临巨额罚款。此举可能引发与科技巨头的再次对抗。让我们关注，德国决定对中国的5G 组件进行逐步禁令，分2阶段，在2026年和2029年完成。此举旨在避免德国对中国参与该国5G 网络的担忧，但在一些政界人士看来，这一时间表仍然过于宽松。最后一条，英特尔软件业务发展顺利，预计到2027年末可实现10亿美元累计软件营收。英特尔正专注于 AI、性能和安全领域的软件服务，正投资于高第3芯片，以争夺 AI 芯片市场的第2名。英特尔还支持开源倡议和 Triton 项目，以增强 AI 芯片的代码效率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